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 Grayson。我相信很多人都在烦恼自己影片没有获得足够的观看量，每一次满怀期待发布新影片，希望这部影片能够获得大家的注意，但是过了很久，这部影片的观看量还是平平无奇。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在 YouTube 上最快获得影片观看量的方法。你心里想到的第一个答案是什么？是不是做好影片的 SEO， 做好关键词优化？做好影片的 SEO 关键词优化虽然是很重要的一步，但是这是一个长期的策略，这并不是一个最快获得影片观看量的方法。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因为只有在观众在 YouTube 上搜索相关关键词的时候，你的影片才会出现在搜索结果里面。然而，如果你的影片无法出现在搜索结果的前3名，那么你的影片被观众观看的几率是非常小的，因为大部分观众在观看前3部影片之后，就会得到他们想要的答案。那么什么才是最快获得影片观看量的方法？如果你想要快速获得影片观看量，你就要让你的影片出现在推荐首页里，也就是每一次你登录 YouTube 展示给你的第一个页面。这也是那些爆款影片之所以成为爆款影片的原因。所以今天这期影片，我就会告诉你们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影片被 YouTube 上推荐，出现在推荐首页上，快速的获得观看量。在开始正式内容之前，如果你是第一次来我的频道，我的频道主要是讲关于社交媒体以及网络创业的内容。如果你也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欢迎订阅我的频道，一定要记得打开旁边的小铃铛，这样你就不会错过任何新影片通知了。那我们话不多说，开始我们今天的内容。如果你对 YouTube 这个平台还不太了解， YouTube 这个平台是基于它的算法机制的。每个人来到 YouTube 算法都会想方设法呈现给他最喜欢的内容，因为 YouTube 算法的任务就是留住每一个观众，让他们在这个平台上待得越久越好。所以想要让我们的影片出现在推荐首页上，我们就要了解 YouTube 算法的推荐机制，它推荐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当我们的影片符合这些推荐标准之后， YouTube 算法就会推荐这部影片，让这部影片快速获得观看量。YouTube 算法不是人类，它没有自己的偏好，它不会因为喜欢这部影片而推荐这部影片，它不会因为不喜欢这部影片而不推荐这部影片。它每一次在决定是否要推荐一部影片时，都会根据它之前设定好的标准，然后对照这个标准，如果这部影片符合这些标准，就会被推荐出去。那么这个影片的推荐标准是什么？是什么决定了哪些影片会被推荐到首页上？ YouTube 首页并不像时下流行页面或者是搜索结果页面，每个人的 YouTube 首页都是算法专门为它定制的，所以我的 YouTube 首页和你的 YouTube 首页肯定都不一样，而你的 YouTube 首页和你朋友的 YouTube 首页又不一样，并且当你每次刷新首页时，首页上呈现的内容都会不一样，所有人在刷新首页时呈现给他们的内容都会不一样。这些影片都是根据你平时的喜好，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你平时喜欢看什么样的频道，你平时会搜索什么样的内容来决定的。你平时的这些习惯会让 YouTube 算法决定推荐给你什么样的内容，这些内容是算法认为最符合你的口味、最符合你的兴趣的内容。对于影片来说， YouTube 算法会注重观众对这部影片的反馈如何，观众是否满意这部影片。例如，观众在点击观看这部影片之后，是看了30秒还是看了3分钟，这就会告诉 YouTube 算法观众是否对这部影片满意，观众是否享受观看这部影片。这个时候应该会有人问，如果要让自己的影片推荐到 YouTube 首页上，是否需要很多的观看量呢？答案是不需要的。任何观看量的影片都有机会被推荐到首页上。你们可以去看你们的 YouTube 首页，就会看到有不同等级观看量的影片，有几百万观看量的影片，也有几百、几千观看量的影片。所以影片想要受到推荐跟观看量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们不要以为只有观看量多的影片才有机会被推荐到首页上。我们要注重的是，即使影片只有10个观看量，这10个观众他们的反应如何？他们是否观看了大部分内容？是否和影片有互动、有点赞和评论？他们是否对这部影片满意，享受观看这部影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够经常在首页上看到3年前、4年前，甚至更久之前的影片。因为 YouTube 算法不会在意这部影片是什么时候发布的，只要观众喜欢观看，就会被推荐出去。所以我们不要担心我们的订阅者不够，影片的观看量不够。我们要注重的是观众对影片的满意度如何，而衡量观众满意度的直接标准就是影片的续看率。我们这个时候要再回到 YouTube 算法的任务是什么？ YouTube 算法任务就是呈现给观众最符合他们喜好、最符合他们兴趣的内容，从而让观众在这个平台上待越久越好。那么如果一部10分钟的影片，它的续看率达到了 50%、60%， 观众看了5分钟、6分钟这部影片，那就证明观众满意这部影片。YouTube 算法也会知道观众喜欢看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能够很好的抓住到观众的注意力，他就会把这部影片推荐给更多类似的观众。第二个衡量标准就是影片的互动率，也就是说，观众不仅看了大部分影片内容，同时还花了时间去点赞和评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YouTuber 都会在影片里面不断的提醒观众点赞，同时也会抛出问题让观众评论，因为他们知道算法喜欢看到这些，这决定了算法是否要推荐这部影片。这里我用一部我前几天发的影片作为例子，这部影片到现在获得657次的观看次数，52个点赞和53个评论，影片的续看率达到了 39.7%。它的第一流量来源于浏览功能，浏览功能就是来自于 YouTube 首页的流量，占了 69.5%， 展示次数为7578次，有 71.9% 的流量来自于 YouTube 推荐。这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因为这部影片有不错的续看率，并且观众会花时间点赞和评论，这就告诉 YouTube 算法这部影片是个不错的影片，观众满意观看这部影片，所以就给了不错的推荐量，把它推荐到了 YouTube 首页。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所讲的内容。如果你想要让你的影片出现在推荐首页上，你要做的就是让影片发布后的第一批观众尽量让他们观看大部分影片内容，保证一个不错的续看率，同时鼓励他们点赞和评论，这样就会触发 YouTube 推荐机制，这样你就完成了第一步。第二步就是要让这部影片保持持续的推荐状态，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爆款影片之所以成为爆款影片的原因，这就是因为一开始它触发了 YouTube 推荐机制，然后始终保持不错的状态，始终让这部影片能够被推荐，这样 YouTube 算法就会把它推荐给越来越多人，就会有越来越多人观看这部影片。所以如果你有一部影片有不错的续看率，互动率也不错，观众会花时间点赞和评论，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续看率下降了，也很少人点赞和评论了，那么算法对这部影片的推荐量就会慢慢减少。这就是为什么我频道里面观看量最高的影片每天都能获得成百上千的观看量，就是因为它在触发了推荐机制之后，始终能保持一个不错的状态，让 YouTube 算法始终会给不错的推荐量。我能够理解大家想让自己精心制作影片被更多人观看，所以我希望这部影片能够带大家了解到 YouTube 算法推荐机制，从而利用 YouTube 算法的推荐机制来让自己的影片获得更多的曝光量，快速的获得更多的观看量。如果大家觉得这期影片对你们有帮助，欢迎为我点个赞。如果大家还想了解更多关于 YouTube 内容，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打开旁边的小铃铛，我会每周更新影片。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